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主演《蜀锦人家》首轮口碑揭晓，观众评价一针见血，惊心动魄的瞬间，抠图的场景，真是没想到，天天守着的蜀锦人家竟然偷偷空降了。可谓是让大家有些应接不暇啊！就像该剧开篇的时候，通过季英英的独白，我们了解到她的阿耶季归南研发出了最鲜艳的红色蜀锦。然而，好人不长命，别人嫉妒，滥杀无辜俗妻和老套的场面来了。心机的刘警官诬陷季归南以次充好，心中不服气的他要去找刺史查明真相，结果脖子上直接被督运官割了一刀。整个过程有些草率啊，因此季归南被心机的人关上了莫须有的罪名，而少年的季英英和杨静兰亲眼目睹了血腥的场面。观众表示青梅竹马啊，小姑娘的演技不赖。真是没想到，督运官在查封季英英家财产的时候，找到一件季归南留给他的蜀红锦衣。心中愤怒的季英英上去怒抢。很显然，年龄小的他不是大人的对手，在慌乱中患上了恐惧红色的心理。不得不说，蜀锦人家的开场很迅速，仅几分钟就让季归南下线了。果然是知名度不高的配角，无关紧要。看到这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以为虐完了？但远远还没有结束。自从家产和房子被官府拆了后，孤儿寡母的他们被赶到了凄凉、杂乱无章的房子，竟还遭受到了无数掌柜们的欺负，主打虐到底。而他们从头到尾的想法，就是想要季归南研发出的蜀红丝配方。这种设定一下让剧情的走向变得透明和无趣了。而成年后季英英闪现的画面，则有些糊眼，像是所有滤镜都用到了谭松韵的身上，很刻意的，就像大家在湖边忙着干活的时候，几名男人突然高歌一曲了，超级的尬。用脚趾头瞬间抠出三幢别墅的话语来评价都不够犀利，太尬了。然而，尴尬的剧情还没有结束，甚至变本加厉了起来。就在季英英等人忙活的时候，地头蛇不让别人在此地干活的花家主花享荣来了，主打诸事不顺的剧情。当大家都在撤退的时候，女主角光环之大的季英英冲了上去，表示要掩护大家的安危。咱就说蜀锦人家的导演能不能别用如此老套的设定啊，就差给谭松韵的脑门上写我很强的3个大字了。虽然我很强的字眼没有写上去，但是把我很幽默的设定刻在了谭松韵古板的灵魂上。明明是季英英嘲讽花享荣的画面，怎么在谭松韵老胳膊老腿的状态中看到了强撑的字眼呢？要说搞笑的正确打开方式，那就是《延禧攻略》中，在皇上聂远身边饰演公公的刘恩上，他肉嘟嘟的身体，搞笑的面容，只要往那一站，全程不用说台词，就已经把幽默氛围拉满了。二货，现在都已经2024年了，怎么还有抠图王的存在啊？肉眼望去，全是2分钱的特效，甚至跟2毛钱都挂不上钩，真的太假了，导演也太不用心了。竟然还有网友表示，这景色真美，太真实了。只想说，估计需要去看看眼睛了。好在眼明心亮的观众表示，景怎么如此的假，足以看得出蜀锦人家的背景确实假，要不就是磨皮效果给谭松韵拉太狠了。一惊一乍的演技，糊弄观众的剧情，看到如此假到不能再假的背景后，那小编不得不提下我是刑警中的真警了。肉眼望去，全是结实的雪景，过年热火的气息和饱受风霜的店铺。观众表示，这剧质感绝了。没想到蜀锦人家除了景色假以外，连以前演技精湛，现在沉迷于冻龄的谭松韵，也在用表面的演技来拖后腿了。
这能塞进一整个鸡蛋的大嘴巴，跳出眼眶的眼球，很表面啊。不看剧情介绍，完全不知道在干啥。谁家演绎出惊讶的画面是如此的呢？请在评论区举出例子来，好证明谭松韵演技就是好和走心哦。就这样，从小青梅竹马8年没见的季英英和杨静兰一见面，就设定了季英英机关枪嘴突突突的画面。作为庶子，不会花言巧语的杨静兰，一个虚假的动作就把季英英给滴溜到马背上了，有些滑稽。于是二话不说的杨静兰直接让马头起飞了，要狠狠给季英英一个教训。这是青梅竹马的正确打开方式吗？好搞笑！看着谭松韵起飞的眉毛、合不上的大嘴和跳出眼眶的眼球，确实看到了害怕的精髓，哈哈。就是画面有些不雅观，连带帅气的郑业成也成了挤眉弄眼的老头子了。一针见血的观众表示，季英英和杨静兰小时候不是认识的吗？看来大家也看到了剧情的漏洞。然而蜀锦人家的剧情就是如此的虚假和糊弄观众，不仅能看到装模作样的季英英，还能看到季耀廷对狗弹琴的场面。这是在立书呆子的设定吗？像是精神不正常似的。就像花荣用各种理由贬低季英英等人的辛苦劳作、不收私的桥段，很狗血。嘘，蜀锦人家的导演给刘云装扮的如此老气，是怕遮挡不住不停装嫩的谭松韵吗？有些刻意吧。刻意的就像吃定大女主光环的季英英，用一条凶狠狠、二愣子的黑狗就把势利眼的花荣给拿下了。咱就说这种设定放出去，不就是遭观众唾骂的吗？设定不要太假了。一针见血的观众表示，看了一集，真的没有看下去的欲望了，哪都是一般般，不博眼球。气愤的观众表示，导演是把观众当傻子了吗？假的不能再假了。不得不说，蜀锦人家主打的是大女主设定，然在导演的构思下，聪明的季英英变成了撒泼打滚、无赖、地痞流氓的状态了，很拉胯啊。要说智慧高超大女主的姿态是如何的，那就看陈小云饰演的玉玲珑，那才是真正的女主。身为酒馆的老板，当客人刁难食物难吃的时候，二话不说就把饭菜撤下去的行为，真飒。还有，客人提出无理轻浮的想法时，陈小云一眯眼的画面，就知道这位客人绝对不会好过了。果不其然，二话不说，干脆利落的玉玲珑直接把轻浮的客人给踩到了脚下。整个画面看着太解气了，而且还顺畅。观众表示太霸气了，武力值拉满了。不得不说，把32岁的谭松韵和33岁的陈小云放在一起后，才知道谁的头脑清醒，谁的姿态更适合女主。讲真，陈小云撒起娇来，比婴儿肥的谭松韵更适合女主，更有看点，你们认可吗？对此，一针见血的观众表示，演啥都是一个样子的谭松韵，真的没有人吐槽她吗？还有的观众表示，现在电视剧的滤镜非要做成这样的效果吗？太辣眼睛了。结语：看完蜀锦人家更新的剧情后，不得不说，如此低智商的剧情加谭松韵拉胯的演技，更加让该剧拉胯了，真是白白浪费了如此多老戏骨的加盟。那么，你们追了蜀锦人家了吗？还是在看《我是刑警》或者窒息的婚内婚外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心中的想法吧。